驻美大使秦刚连续2天与美国社会进行对话，阐述中美关系。他强调，当前美国一些人把美中关系定义为民主与威权的对决，挑动意识形态对立，并总是想用美式民主来改变中国，这是中美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症结所在。外交部周5发布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清单，清单记录美国粗暴干预香港事务、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罪证，是对企图干预中国内政、遏制中国发展的外部势力敲响的警示钟。外交部周4发布了一份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事实清单。清单列举了美国干预香港事务的内容，包括美国炮制涉港法案、抹黑中方对港政策、对中国全国人大委员实施制裁、包庇支持反中乱港分子、多边串联施压、纠集盟友联手干涉香港事务、污蔑诋毁特区事务等内容。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表示，清单是记录美国粗暴干预香港事务、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罪证簿。中联办发言人表示，中国人不惹事，但也不怕事。从对等制裁美国有关人员和实体，到出台反外国制裁法，再到发布事实清单，充分彰显我国坚决反对外部干预的坚定决心、坚强意志和强大能力。香港特区政府发声明表示，香港市民可通过清单掌握事实，并清楚了解香港在过去多年一直受到外部势力干预，不要让美国的图谋得逞。值得注意的是，周3，驻美大使秦刚在线出席卡特中心和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对话会时指出，美国一些人把美中关系定义为民主和威权的对决，挑动意识形态对立，是中美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症结所在。他还向美国社会阐释了中国式民主，表示民主不是摆设，更要管用。We never say that our system is the best, because we know only the suited is the best. Our two countries should not and cannot change each other. Instead, we should break ideological barriers, discard the zero-sum mentality.今年7月，深圳卫视专访中国问题专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时，他也对中国式民主论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式民主实际上强调有序的政治参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重视政治参与的政党。中国的参与的话，差不多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哪怕制定一个“十四五”的规划呢，通过广泛征求不同的意见呢，对不对了？这个表明这都是民主的一部分，并不是投票，4年一次、5年一次投票就参与一次。那民主的本质是政治参与，是政策参与，是吧？这点很重要。所以我们要现在长大起来了，我们要用自己的这个定义，对吧？重新的阐述。对于美国极力鼓吹及输出美国式民主，美国的盟友们也纷纷表示强烈质疑。德国前防长沙尔平在《柏林日报》发文指出，欧洲和德国应从阿富汗行动中吸取失败教训，民主和法治不能简单机械地输出。沙尔平强调，我们西方不是世界教师爷，欧洲和德国需要更多的采取兼顾价值观的现实主义政策，而非只是满嘴的仁义道德。周4，秦刚在出席彭博创新经济论坛高级别视频会议时表示，中国人从来不信什么修昔底德陷阱，我们要用实际行动走出一条和平发展的大国复兴之路。同时，我们呼吁美国也要坚持和平发展，摒弃错误思维，美方也要为两国合作创造条件，而不是制造障碍。希望各方共同探讨应对全球新挑战的新方案，共同寻找疫后世界经济复苏的新途径，共同挖掘中美合作的新潜力。中美未来的关系怎样走，它也是在寻找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当前尽管是政治层面这样的一个敌意，可能美国这方面不会很快的发生大的一个逆转，但是中美关系到底怎么样的一个发展的话，其实我们知道非政府层面在民间啊等等各方面，它还是可以有好的这样的一种合作的。那我想秦刚大使也是在这方面做出这样的一个努力，能够和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上进行更多的一个交流。那希望中美关系能够朝着一个更好的方向去发展。英国广播公司对拜登政府没有能消除民粹主义，反而在利用民粹表示担忧。报道指出，在美国，无论内政还是外交，无论经济发展还是抗击疫情，更不必说科技投入和基建设施，一提起中国，往往会起到号召民众团结一起的功效。拜登总统口中的中国一词出现频率似乎并不少于前任特朗普。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4声称，拜登政府将在必要时对中国华为采取进一步行动。华为对雷蒙多的言论不予置评。
雷蒙多在上任前曾在对华科技及贸易问题上被认为态度有所软化，但在上任听证会上，他强硬表态将对中国采取更多行动。但美国商界对美国商务部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周四，香港南华早报发文称，研究发现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并未将美国企业带回家。报道引述研究报告称，2020年外国对华投资达到创纪录的1444亿美元，美国政府对华加征的额外关税成本转嫁给了美国消费者。研究人员指，我们发现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美国跨国公司会通过放弃中国市场来迎合美国政府的主张。所谓的脱钩幽灵只存在政治操弄者的幻想中。相关话题来连线推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外交部今天在官网发布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事实清单。发言人赵立坚表示，美方通过打香港牌破坏香港繁荣稳定、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不可能得逞。您对此如何评论？是的，主持人。那么，美国商务部有所谓的实体清单，那这实际上是美方对外长臂管辖、推行经济制裁的霸权工具。那么它体现的是所谓霸权意志。但是呢，中国外交部今天推出的这一份事实清单，用香港英文报章《南华早报》网站今天即时头条套用的那个加了引号的法律术语是 criminal record， 是所谓的前科实录，是实锤的证据。法律精神强调以事实为依据。那么清单列举的5大类102宗事项，时间跨度呢大概2年半。那么这些的个案事实之前呢都曾经见诸报道，相信很多人都会记忆犹新，甚至呢这其中有不少我也曾经在节目中专门评论过。但是呢，将美方这2年多来滥打香港牌的恶劣事实集纳到一处，通读下来，确实呢还是触目惊心，令人发指。美方干预香港事务，唯恐香港不乱，实在是无所不用其极。而且呢，这是美国行政、立法等等权力部门的系统性的干预，那么各种下三滥的手段都使上了。在此呢，也不妨做一个简单的数字梳理。事实清单提及最多的美方官员是前国务卿蓬佩奥，他呢一共出现16次。当然呢，现在转岗哈德逊智库，并且在美国福克斯电视台兼职评论的这位美国史上最烂国务卿，也在卸任当天上了中方的制裁名单。那么蓬佩奥这个人是不可能再来华了，即使在美国，他也不可能再和中资中企发生任何利益关系。事实清单提及率最高的美国权力机构是国务院，出现了19次，国会上榜17次。那么这俩部门呢，是滥打香港牌最勤最平的2大机构主体。同时呢，也要指出现任国务卿布林肯的名字也出现了9次，这意味着拜登政府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涉港干预政策。那么清单列出的反中乱港分子共有15人，其中罗冠聪被8次点名，提及率最高。当然了，自知干系重大，那么罗冠聪早已经畏罪潜逃英国，沦为香港警方的通缉对象。今天呢，中国最高领导人在与越共总书记阮富仲通话时就特别强调，捍卫共产党执政安全和社会主义制度安全，这是中越双方最根本的共同战略利益。那么在捍卫自身执政安全与制度安全上，在维护最根本的重大战略利益上，中方当然是有强大系统能力和系统方案的。我认为这也是今天清单发布对外，特别是向美方发出的重要信息。用赵立坚今天的说法，那就是美方打香港牌的算盘与图谋不可能得逞，趁早死了这条心。同时呢，也要提醒外交部发布这份事实清单的时点尤其值得我们来关注。那么在您看来，这份事实清单的推出时机有什么特别讲究呢？那我们看一下这份事实清单，它的第5大项，也就是呢所谓多边串联施压、纠集盟友联手干涉这一项。那么美方纠集的盟友都有哪些呢？清单中列举的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涉及的多边组织包括7国集团、欧盟、五眼联盟等等。那我们知道，今天呢，拜登就要召集印度、日本、澳大利亚3国的领导人在白宫开 Quad， 也就是4国机制的首次线下峰会。那么美方会不会又要胁迫盟友在香港问题上说3道4、指手画脚？这份清单适时推出，也是给美方打了一剂预防针，以拉帮结派、妄图搞群殴的方式强打香港牌。过去、现在不管用，那么将来也一定是会打烂。当然了，在大变局之下，蔡当局现在也是
蠢蠢欲动，把外部环境的某些变化看作是自身的所谓战略机遇。今天啊，美国 CNN 电视台也声称说，台湾问题可能会成为周五在华盛顿讨论的一个关键点。那么就此来推演，接下来中国外交部发布涉台事实清单也在情理之中，更是民意期待。因为呢，中国最高领导人早就已经向全世界庄严宣誓，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所以啊，今天南华早报就引述消息人士说，最新事实清单的发布同样可以视作对蔡当局的严正警告。值得关切的是，随着联大会议的召开，中美关系走向这一世纪之问再度成为全球焦点。中美元首相继发表讲话，拜登明确表态不寻求新冷战。美国媒体一直热议的中美元首线下会晤话题呢，在持续的升温。此前，美国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就明确表示，他预期中美元首将会见面，但是呢，不知道确切的时间。昨天啊，我在节目中也曾经分析，线下会晤能否实现，关键要看美方创造合适的气氛与条件。那么在我看来，这份事实清单释放的信息很明确，美方不应再继续纠缠涉港议题，尤其呢，涉港议题不应出现在元首线下对话中。